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段历史，也是诺贝尔颁奖协会最想抹去的一段黑历史。30万精神病患者因手术被剥夺灵魂，变成了行尸走肉般的活死人。但手术的发明人非但不以为耻，反而还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关于所谓的灵魂剥夺术，你了解多少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精神病是一种已经存在很久的古老疾病。最早的时候，精神病患者被视为极度危险的存在，因为人们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就只是将他们绑起来。时间来到上个世纪的法国，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精神病患者都是被恶魔附身的存在。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，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精神病治疗方法出现了，那就是环钻术。顾名思义，环钻术就是在精神病患者的头盖骨上开一个孔，人们认为这样可以有助于寄生在人体内的恶魔出逃。当然，这种毫无科学依据可言的治疗方法基本上是治一个没一个。除此之外，当时的人们还尝试过一种名为旋转疗法的治疗方法。人们相信通过高速旋转，精神病患者脑内的血管会被疏通，从而达到减轻症状的功效。类似的方法还有水疗法，但从本质上来说，二者都只是对患者造成了肉体上的折磨，并不能起到任何治疗作用。1935年，英国伦敦召开了一场神经学研讨会，在会议上，来自耶鲁大学的2名神经学教授向众人展示了一个重要的实验成果。他们表示自己通过手术切除了2只暴躁的大猩猩的额叶，手术过后，原本狂躁的猩猩性情大变，再也不吵不闹。听众席上的莫尼兹医生对此若有所思。在会后，这位医生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和资料，最终发明了一种名为额叶切除术的治疗方法。该手术操作容易，只需3步。首先，患者需要接受麻醉，随后医生会将一根非常长的细针通过患者眼窝处插入大脑，来回旋转以捣碎大脑额叶，最后再将工具取出，手术就完成了。莫尼兹前后做了约20次额叶切除手术，且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存活了下来。可是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患者开始出现痴呆、麻木的症状，但相对以前的暴躁和精神失常来说，这种状态似乎也不是不好。因此，莫尼兹在几十次手术经验的支撑下，开始对外宣称自己已经攻克精神病。他还因为该手术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。然而，真正将额叶切除术推广出去的是他的助手费曼。在莫尼兹的基础上，费曼改良了手术工具，他选择用冰锥通过眼窝底部捅入患者的大脑。费曼称，该手术全程只需不到10分钟，甚至都不需要给患者打麻醉，只需用电击击昏患者即可。在费曼的大肆宣传下，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家属似乎看到了希望，接受手术的人越来越多，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暴露。接受过手术的患者无一例外都变得痴呆麻木，他们就像被抽走灵魂一般，毫无意识和知觉。于是从1950年开始，苏联率先叫停了这项有违道德的手术，但直至1967年，在短短的10几年时间里，仍有30多万人接受了这项可怕的手术，恐怖如斯。所以在这里，市长想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即使是精神病人也有好好活下去的权利。与其让他们接受这种有违人道的手术，不如多给予他们关心，让他们感受到温暖，这才是精神病最好的疗法。